极光之下的4人，眼看着天空中这个由极光的粒子构成的硕大滚动的箭头，一个个震惊的同时，也不由面面相觑。谁也不知道，一向威严的极光画风为什么忽然变成了这样。因为连日来大家跟随极光学习幻化的大日如来手印，人在硕大手印之下抬着头仰视，本身就自觉渺小，再加上大日如来手印本就是佛门的功法，人在这种手印之下，庄重威严与压迫感也就更强了几分。现在佛门手印忽然变成一条箭头，一下子确实不太适应。叶晨盯着那个指向南方的箭头，喃喃道：忽然出一个箭头是几个意思？他这是在给我指引方向吗？话音刚落，箭头竟忽然消失，又忽然亮起，就这样在空中闪了3下。我擦，叶晨更是惊叹，这鬼东西还能听得懂人话。宋如玉瞠目结舌地说：叶先生，他让您向南，莫非南边有什么机缘？云如哥也点头说道：那神秘事物一直以来都在传授公子大日如来手印，如今忽然幻化出指引方向的箭头，想来还真像如玉说的那样，是在向公子指点某种机缘。林婉儿在一旁严肃地说：公子，这神秘事物是想让你向南边去，南边是南极腹地，一直到南极点，这一路荒无人烟，在抵达南极点之前，一路都没有什么科考站。奴家推测，那位破青会长老为了躲避那些美军，大概率也藏身在这片区域。虽然这片区域很大，但奴家觉得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一旦有人出现，目标还是很明显的。加上对方的修为本来就很高，大概率能在公子发现他之前发现公子，还是要慎重一些。叶晨此时也有些犹豫，如果那位长老没在南极大陆，自己肯定毫不犹豫就跟随着指引去了。毕竟南极的恶劣天气也杀不了自己，大不了白跑一趟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。但林婉儿说的没错，别看从这里往南的这片区域非常大，这一片可都是无人区，一旦有人出现在这片区域里，与环境是格格不入的。而且那破青会长老的修为比自己高很多，万一自己真被他发觉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对方的攻击恐怕就先到了。就在叶晨不知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天空中的箭头忽然消失了，紧接着那些组成极光的粒子再重新打破再重塑，竟然在空中隐约组成5个大字。那5个字都是繁体字体，写的是富贵险中求。叶晨一下大惊失色，这一次可以说是那神秘事物第一次直截了当地与自己沟通。在这之前，他除了向自己展示各种不同的手印之外，就是刚才的箭头了。原本叶晨没觉得这个神秘事物会拥有智慧，他是觉得对方应该是遵循着某种机制，遇到了极光之后就开始展示那一套手印，就像是一台已经定好了程序的放映机。可是这一刻他懂了这神秘事物自身拥有智慧，而且拥有自主意识。不只是叶晨大惊，身边的3位女性也都惊得目瞪口呆。谁能想到这世界上竟然有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，具备一个人的智慧和意识，甚至还能熟练运用汉字。林婉儿见多识广，她几乎立刻就指着那5个字惊呼：公子，这些字全部都是繁体隶书，无论是字体本身还是书写方式，都符合唐代特征，而且是官方在字统中规范的隶书形式，与前后其他朝代都不一样。叶晨更是诧异，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这么个神神叨叨的东西，而且这东西到底在哪？现在知道这东西竟然还有自主意识，这属实有点让人无法淡定。不过眼下倒也不是研究那神秘事物来路的时候。叶晨抬头看着富贵险中求这5个字，心中暗忖，对方能给我这5个字作为指引，想来南方一定有机缘，但机缘也伴随着危险，说不定就会遇到那位破青会的长老，对方修为仅次于吴飞燕，想来应该比自己要高出不少。真要是在这茫茫南极遇见，
自己恐怕是打也打不过，逃也逃不脱，几乎就是十死无生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这神秘事物对自己也算不错，自己给了他不少灵气，而他也传授给了自己大日如来手印，想来也不可能卸磨杀驴，在这个时候坑害自己。既然他都说了富贵险中求，那这肯定意味着自己肯定有全身而退的机会，只要不是十死无生，就可以考虑尝试。一念至此，叶晨立刻对其他3人说道：云小姐、宋小姐，你们俩留在这里陪着林小姐，保护林小姐的安全，我自己随指引去一探究竟。林婉儿担忧地说：公子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叶晨指了指天上的字，微笑道：连他都说了，富贵险中求，危险肯定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机会肯定也有。林婉儿不舍叶晨冒险，便劝他道：公子，奴家觉得相比一些机缘，安全肯定更加重要。公子如此年轻就有如今这番造化，已经是人中龙凤了，就不妨再多几分谨慎。叶晨微笑道：林小姐不用担心，此去虽然有风险，但是林小姐也千万别忘了我还有你给的大礼，有他在，就算遇到危险，我也应该能有机会逃出升天。林婉儿知道叶晨说的大礼便是自己送给他的那枚戒指，按照上一次的经验，戒指一直没有认叶晨为主，还在将自己的父亲视为主人，一旦持有戒指的人遇到危险，戒指依旧会将他送到自己父亲最想见的人面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叶晨遇到危险，那戒指还会救他一次，将他送到自己面前。这也让他不禁回想起戒指第一次将叶晨送至自己面前时的场景，回想在那个温泉池中的肌肤相亲，他不禁心跳如鼓，脸红如染。而他也听得出来，叶晨已经打定主意要去一探究竟，自己已经劝不了他了。于是他便认真地嘱咐他：公子此去，一定要将安全放在第一位，凡事不要冒进，更不要恋战。奴家在此等候公子安全归来。叶晨微微点头，笑着说道：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，要相信自己，也要相信那个已经神交多日的神秘事物，亦或者说是神秘人物，此番一定求得他说的富贵安全回来见你们。